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 Alex。今天我们要谈一个既惊险又奇幻又引人深思的话题——地震。不过不是怪力乱神，也不是学术研究，而是一条鲶鱼，以及它背后引发的文化传说，还有人类面对天灾时的心理状态。相信大家已经听说，2025年7月5日会有大地震。不是我说的，是日本漫画家龙叔亮说的。我们之前也有一段影片提到，他在90年代画了一本漫画。里面预言了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，竟然说中了，而且他还预言2025年7月5日又会有大地震，吓得许多人心惊胆战。结果如何？香港旅行团不敢出发，日本航班乘客大幅减少，连台湾、泰国都有人天天问你7月还会不会去日本？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这些神神怪怪的预言？答案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离奇，因为即使科技再进步，人类面对地震这种自然灾害时，心里仍然很脆弱。其实我们可以想想，以前没有科技、没有地震仪、没有地质学的时代，人类是如何理解地震的？他们又如何面对恐惧？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，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一条巨大无比、潜伏在地下的鲶鱼即将登场，由它背后引发的文化传说，以及人类面对天灾时的心理状态。这个所谓的地震预言背后是迷信还是真有其事？日本人又是如何看待地震？其实千百年以来，日本人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解释方式，就是一条鱼。古代的日本人一次又一次看到地面突然震动，房屋倒塌，人员伤亡，火灾、水灾毫无预兆，整条街变成瓦砾堆，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大问号：为什么会这样？是谁搞出来的？因为没有地震仪，没有板块理论，所以古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想象力来解释，用神话、用传说、用宗教。如果你觉得这个题材够有趣，请你点个赞，帮助更多人发现这个频道。还有记得订阅，因为接下来的几集我们会继续深入解密日本。最早在推古天皇7年，日本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大型地震发生，天皇震惊，下令大规模祭祀，祈求神明保佑。从此地震神成为大家信仰的对象，意思是地震是神明发脾气，大家要好好拜神，做好事，不要激怒他。后来随着阴阳道和中国佛教传入，日本人开始相信地下有龙神，这条龙动一下，地面就会震动。你会发现这种说法在中国和台湾也听过，台湾说地牛翻身，中国说龙抬头，其实都是用动物来比喻大自然的力量。但直到江户时代，有人提出一个全新理论，不是龙，而是鲶鱼。为了让传说更生动，还加入了地点，茨城县鹿岛神宫。传说鹿岛神宫里有一块药师，压住了一条潜伏在地底的巨大鲶鱼。当神明力量够强，它就乖乖不动。但一旦神明外出，没人看守，鱼就开始动，地面就开始震动。这条鱼又长又滑，力大无穷，可以以尾巴扫毁整条街。这个传说迅速成为江户市民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。但更精彩的是，他们如何将这条鱼画出来，变成漫画般的年绘。1855年11月2日，安政江户大地震震撼全国，数万人死亡，建筑物严重损毁，百姓无家可归，物价暴涨，江户城陷入一片混乱。但这场灾难竟激发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潮流——年绘。短短几周内，市面上出现数以百计以鲶鱼为主角的木板画。这些画很夸张，有的将鲶鱼画成人，被群众围着打；有的画鲶鱼穿和服、玩女人、吃大餐，象征它破坏社会秩序；有的画鲶鱼口吐金币，代表有些人因地震赚到钱，例如木匠、泥水匠、商人。有一幅画特别搞笑，一群人拉着鲶鱼的胡须，好像游街示众，他们嘴角上扬，不是愤怒，而是玩味。你会觉得像在看一场歌舞伎，灾难化为闹剧，苦难变成幽默。年绘除了娱乐功能，还具有心理治疗作用。百姓无力阻止地震，但透过围剿鲶鱼，他们获得一种虚拟的胜利感。甚至有人将年绘贴在家里当护身符，意思是打败他一次，希望他不再翻身。但幕府政府不太喜欢，觉得年绘散播迷信，又怕人民暗中影射政治，导致人心不稳，所以地震后1个月，年绘开始被查禁，禁止出版。但你看现在，我们不也是一样？一有地震，社交媒体立刻涌现大量地震预言，有人发文、拍片、采访预言大师，想尽办法吸引流量。原来幽默与迷信是人类面对恐惧的2种方式，古今通用。
到了今天，我们有地震速报，有建筑耐震标准，有应急演习。但当感觉到房子开始震动，你肯定会说：完了，出事了。大家知道板块理论，知道 P 波、S 波，但内心的不安谁都会有。龙鼠良说，2025年7月5日有大地震，你相不相信？其实不是信不信，而是心理需求。人类面对无法预测的事，最想要的不是真相，而是掌控感。预言提供了一种可以提前准备的错觉，总比什么都不知道好。但预言是真的吗？日本气象厅已经说得很清楚，目前科学无法预测地震发生的确切时间与地点。龙鼠良说中311只是巧合，但大家宁愿相信它。这种心理与古人祭神或画鲶鱼其实一样，不是相信他们真的能控制地震，而是相信透过行动可以减少不安。不止日本，全世界都有人用动物、神明来代表地震。在希腊，波塞顿是地震之神，一发怒就用三叉戟戳地。在印尼，地下有只超大野猪，动一下就地震。蒙古人说地底是一只大青蛙，跳一下就震。北美原住民说大地是在一只巨龟背上，龟一动就出事。中国说地牛，台湾说大地支撑者身体摇动，印度有龟蛇像支撑大地。不同文化，不同动物。但共通点是将自然拟人化，化无形为有形。地震很抽象，但说鲶鱼翻身、海神发怒，听起来立刻有画面、有感觉。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帮助人类面对无常。你以为鲶鱼只是过去式？不是啊，今天日本人都还在用鲶鱼。日本地震速报里有一个吉祥物叫鲶鱼君，会在 App 出现警告你地震啦，地震啦。大家有没有见过东京街头的鲶鱼路牌？这些有鲶鱼头像的道路标志代表紧急通道，地震时消防队会走这条路。或者你手机里有没有用日本气象厅的 App？ 如果有的话，留言告诉我你有没有找到那条鲶鱼。我自己在东京见过很多鲶鱼路牌标志，其实蛮可爱的。日本人用它做图标，寓意地震即将来临，要保持警觉。其实是用文化符号提醒大家防灾。那我们自己呢？总说科学，有没有做准备？有没有避难包？有没有把家里家具固定好？有没有备用计划？从一条鲶鱼说起，我们看到古人如何理解世界，也看到现代人依然用古代方法消化恐惧。地震可怕，不是因为摇得厉害，而是因为不知道何时会来。古人划鲶鱼、拜神、讲故事，我们买保险、看预言、做迷因图，其实都是希望掌握无常，在混乱中找回控制感。所以地震鲶鱼不只是神话角色，它是一面镜子，反映我们对灾难的反应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对今天讲的鲶鱼传说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听过其他更奇怪的地震神话，都可以在留言区和我分享，我一定会回复你们的留言。最后记得点赞、分享，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下次会讲另一个夸张的日本奇案，下次再见。